我叫江瑶，因奶奶留下的古镜能通古今，意外穿到了古代同名同姓的农家丫头身上。宫里合了8字，给了100两黄金，你就算只剩一口气，也得抬去给那瘫痪废太子冲洗。瘫痪？古镜送我到这儿，难道是想让我救治他？娘，太子被废，东宫就是活死人墓。你让姐姐嫁过去是送她去死。喂，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她不嫁，你哪儿来的银子读书科考？我的功名若要靠卖姐姐的命来换，我江承宗枉为人，我不读了，我这就去镇上当码头苦力。我不活了！老天爷呀，你看看眼看看这2个不孝子啊！养你18年，你爹刚死，你就撺掇你弟忤逆我，想害死我们全家，绝江家的后啊！我不活了！别演了，眼泪都没掉一滴。我同意嫁。姐，你疯了！你嫁过去，太子死了，你是要陪葬的。我一个现代顶级护工，照顾太子专业对口，这太子妃位置非我莫属。想通了就好，反正女子终归是要嫁人的，嫁给那个快死的残废，还能给家里换来100两黄金，也算我生养你18年的回报了。太子，无知村妇竟敢议论一国储君，给我拖出去砍了！把这村妇拖出去！是民妇失言，求嬷嬷看在小女即将成为太子妃的份上，饶我一回。哼，这骨相，这容貌，倒确实称得上倾国倾城。难怪钦天县说你8字大吉，是难得的贵格。嬷嬷，那当初说好的，小女合了8字，便给的100两黄金，拿着，赶紧把这丫头带走吧。饭也不用吃了，千万别耽误了各位贵人回宫赶路。你拿了这个钱，当着嬷嬷的面，我江瑶从此与你们江家断绝关系，生死不相干。死丫头胡说什么呢？打断骨头连着筋，这永远是你的娘家。今后富贵了，一定要帮扶你弟弟。娘家？把女儿往活死人国里推的娘家吗？行了，那就启程吧。不过这身衣服得换换，穿着这种破烂进宫，丢的是皇家的脸。我要带走这面镜子。太子妃，你最好安分点。若非你8字合了真龙之子，这份造化轮不到你一个农家女。皇上让你伺候太子，他若没了，你这个冲喜的也得陪葬。嬷嬷提点的是，我记下了。有我在，阎王爷都休想跟我抢太子的命。东宫到了，请太子妃娘娘下轿。进去吧。往后太子妃这名头是身份还是谥号，就看您自己的造化了。带太子妃入内，觐见太子。是。水，一国储君，曾经平定天下的战神，如今竟然在地上爬行，连口水都喝不上。太子殿下跌在地上，你们竟然无人来管！哟，我的太子妃娘娘，您装什么活菩萨呀？咱们东宫当差的可都是四肢健全的大活人，每天活多着呢，哪像太子这个得罪了皇上的废人，天天躺在床上等吃就行了，谁敢靠近他？万一沾了晦气怎么办？本宫问你，他眼睛看不到，双腿有重伤，你们为何不派人在床边守着伺候？娘娘，您不就是乡下来的村姑？这伺候废物、擦屎端尿的下贱活，交给你这个便宜陪葬品，不是正好合适吗？您就自己慢慢熬吧。告退。萧何，你怎么了？糟糕，伤口感染，引起了重度急性缺氧和心肺功能衰竭。该死，我刚进杜宫，屁股还没坐热，脑袋就要保不住了吗？老天爷，你要砍了我的头啊！这古代也没有高压氧气罐啊！这就穿回来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给我拿最新型配备了高压面罩的用氧气罐，快快，人命关天！萧何，时间息，活过来！
我明白了，除了月光，只要一涉及到萧恒，空间通道就会被动激活。我的天，现代有价无市的金丝楠木，连茶具都是金的，这要是能搬回现代，岂不是发财了？你这是要做啥子嘛？吐出来，吐出来！不问自取这是偷啊！看来我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全信在他身上。萧恒，你的命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阎王爷也休想带走你。你是口鼻处是何妖物？萧恒，我是你刚过门的太子妃江瑶，从今天起，我会照顾你，治好你。太子妃，本太子如今是个瞎眼瘫痪废人，你嫁进来到底图什么？图什么？你瞅瞅这东宫，穷的连耗子都不愿意来，冷宫都比你这儿暖和，我能图你什么？既然无所图，那就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听好了，你死，我就得给你陪葬，你必须给我活着。陪葬？他把我害成这副鬼样子，现如今还要派你来折辱我，真是好狠的心！少自作多情。我是被亲娘贪图100两黄金送进来的。他的命运跟我一样被人抛弃，你恨你娘吗？生活的拮据会把人的心胸变得狭窄，我无法改变他的自私，我只想掌控自己的命运，活下去。你饿了？来人，给太子送口热饭来！嚷嚷什么呢？你们平时给太子吃的就是这样的饭菜？过了饭点，厨房早就灭火了。反正太子天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废人一个，也不必吃那么好。既然你觉得这饭能吃，那本宫今天就让你吃个够！你这个乡下凭运气才能入宫的村姑，竟敢对我动手！你知不知道，这整个东宫现在都是张公公管着，张公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运气？本宫入宫是皇上亲自认可，下了圣旨，你是在质疑皇家吗？果然是他派来的人，把我折磨至此，还要派这女人来加倍折辱我吗？哟，太子妃娘娘，何事生这么大的气呀？本宫问你，给太子送馊饭冷菜，可是你这个东宫长侍指使。东宫用度支出大，如今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况且这饭又吃不死人，娘娘何必小题大做？你不过是买来冲喜的，也敢对本公公动手？本公公可是二皇子的人，太子的死活全凭我一句话。二皇子的人，你还真是看不清眼下的局势。往日你们欺辱太子，如今本宫是太子妃，东宫轮不到你一个太监作威作福。若再敢怠慢，本宫在当陪葬品之前，先送你们这帮刁奴上路。太子殿下如今不便打理事务，本宫身为太子妃，理当替他分忧。把太子司库的钥匙和账本给本宫交出来。这太子的司库钥匙需要禀报。太子司库何须向旁人报备？莫非有人趁太子病重侵吞司库？大胆！借冲洗村妇，竟敢在东宫放肆！贵妃娘娘千岁，二皇子殿下千岁。放肆！你这个村姑，见了本王与母妃，为何不跪？臣妾江瑶参见贵妃娘娘，初见娘娘仙姿绝代，一时失神，望娘娘恕罪。我在现代医院处理过无数危机事件，几句漂亮话手拿把掐，嘴倒是个甜的。起来吧。二皇子殿下，本宫是父皇钦定的太子妃，一见长嫂不行礼，反倒呵斥，是质疑父皇旨意，还是不认太子储君之位？皇上生性多疑冷酷，最忌讳兄弟互相残杀，觊觎储君之位。老二，还不快给你皇嫂行礼！老二见过皇嫂。张公公言称是你的人，掌管东宫，却让太子吃馊饭冷菜，莫非是你收入？你血口喷人！太子是本王兄长，本王敬重有加，怎会如此待他？定是这些奴才阳奉阴违。那就好，臣妾还以为殿下急着熬死太子自己上位呢。那就好，臣妾还以为殿下急着熬死太子自己上位呢。太子妃，请慎言。是臣妾失言了，贵妃娘娘莫怪。贵妃与二皇子今日前来，所谓何事？若无要事，臣妾需伺候太子；若是惊扰太子，致之病情加重，皇上追责，臣妾定如实禀报。不是，只是顺路探望。既然太子需静养，那本宫改日再来。老二，走。听着，太子膳食再敢敷衍，就让你们尽数吃下。还有，3日后，我若见不到太子司库的钥匙与账本，后果自负。滚！母妃，那个村姑竟敢当众顶撞儿臣，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若是真传到了父皇的耳朵里，慌什么？瞧你那点出息！
他跟那个躺在床上的瞎眼废物还能活得了几天？当年皇后盛宠又如何？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他留下的这个残废儿子萧恒，注定是我儿登基的垫脚石。老板，来板只烤鸭，不用招了。老板，给俺盛碗胡辣汤。老板，整个麻辣兔头噻。折腾了一整天，赶紧吃点东西。他到底跟你达成了什么交易？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还要派你来折辱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阴谋论，我是皇家钦点抬进来的。滚出去！本太子不需要任何人施舍折辱。萧何，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可能离开，你死了我就得陪葬，所以你若是想让我给你当陪葬品，那就继续任性，张嘴，老老实实配合，否则我不介意像刚才对付张公公那样，把这些汤硬生生灌进你嘴里。这是何物？为何如此麻烫？这是中原特色滋补胡辣汤，给你开胃的。吃饱了，那现在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怎么会弄成这样？当朝太子双腿腐烂，为什么太医不来给你医治？他既然想要本太子死，又怎会派人救助？所有人都说我这辈子完了，早就没有人管我的死活了。别人递过来的尺子，别用来量自己。你现在有我，让我看看你的眼睛，你的眼和腿，我定会想办法治好。谢谢你，江瑶。不管你为何而来，但此刻我很开心。绝非安慰，我说到做到。我若做到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做不到，我就为你陪葬。萧恒，你现在有我了，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本太子不需要你陪葬，你走吧，离开这里，别留在这受本太子的连累。我说了不走就是不走。躺好了，你这身上都快臭了，我帮你洗头，别动。别害怕，这只是给你吹头发的。这东宫的刁奴算是暂时镇住了，不过要治好你的腿，我得想办法回去买点东西。萧恒，我得出门一趟。本太子只剩这玉帮着了，你拿着它，赶紧走吧，就当感谢你对本太子的照顾。萧恒，我问你，这东西对你而言重要吗？只是一件死物，如今它不重要了。好，你老老实实躺着休息，等我回来。萧恒，你如今瘫卧在床，任人欺辱，狼狈不堪，还在奢望什么？深宫冷暖，至亲反目，你什么都守不住。账户到账300万元。到账了。江瑶，卖吗？哥，我是你亲妹妹啊，我可是正经人。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问你身上这身古代戏服卖不卖？你瞧瞧这纯手工的走线，这成色绝对是博物馆级别的老物件啊！那你看看这个，比起衣服如何？我的亲娘嘞！这是正儿八经没有经过任何人工沁色的顶级水坑帝王绿，这工艺绝对是古代皇家御窑的孤品啊！行家啊！别废话了，开个实称价吧，急用钱。这个说，哥，咱可是自家人，你小子要是敢在这上面坑我1分钱，我就告诉家里人，这可是你说的。300万，300万，老妹儿，这真的是我能调动的所有流动资金了。行，这东西对我很重要，你先别急着卖出去，后续我有钱了再买回来。有了这些钱，足够购置萧恒眼睛所需的器械和药品了。没用的东西，连个树上的知了都抓不干净，惊扰了贵妃娘娘午睡，当真是死有余辜。电视剧还是拍的保守了，在这个时代，人命如草芥，看来我得回去备点防身的武器。行了，把这几个直接丢去乱坟岗敬了堂吧，免得污了这宫里的贵气。脉搏还在，还有救。你是谁？为何要救我和51、52这些将死之奴？本宫是东宫刚抬进宫的太子妃江瑶，本宫给你们一条活路，跟本宫回东宫，保护本宫和太子。时机到了，本宫给你们护贴，送你们出宫，还你们自由身。属下这条命是娘娘救的，从今往后誓死追随娘娘，保护太子。若有二心，天诛地灭！站住！太子妃娘娘，你私自出宫竟不通报，今日老奴可得带宫里的贵人教教你规矩。你竟敢打我！张公公还是不长记性，本宫是陛下亲封太子妃，你也配谈规矩？期限仅剩1日，明日拿不出司库钥匙与账本，你好自为之。
江瑶，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你们3个下去养好伤，以后给本宫死死守住正殿大门。除了本宫，敢擅闯者，当场格杀勿论。属下遵命。萧恒，江瑶一走，你连水都喝不上，还在奢望什么呢？萧恒，我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别乱动，老老实实配合。先把这2滴特效眼药水滴进去，再戴上治眼仪，保你重见天日。这是特意给你配的眼镜，萧恒，慢慢睁开眼试试。你原来长这般模样。我的天爷，摘掉眼纱竟是绝世美男，剑眉星目，俊朗不凡。这波出戏我赚大了！亲嘴吗，萧恒？我治好了你的眼睛，你是不是得答应我件事？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全都答应你。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的腿是怎么伤的？本太子自幼由父皇亲授，文武双全。当年出征退敌大胜归来，不料刚回境，西厂便闯入东宫，搜出龙袍与通敌伪证。萧恒，你看着我，既然我江瑶成了你的太子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助你洗清这天大的冤屈。300万布金花呀！萧恒眼睛治好了，可双腿粉碎性骨折，需顶尖骨科专家与空运器械，耗资巨大。要搞大钱，必须先把萧恒的私库拿回来。太子妃，太子贪卧多年，东宫开销庞大，昔日珍宝早已变卖，私库早已无银。就是啊，早就变卖光了。拿什么给你？变卖干净充了用。那我倒要问问，你们日日给太子送馊饭冷菜，克扣的银钱都进了谁的腰包？幸好我提前回去准备了这东西。本宫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限时1炷香，把私库钥匙和账本原封不动交到本宫手里。1炷香后见不到东西，本宫可不会手下留情。1炷香后，把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奴才赶出东宫。属下领命。哇，发财了！萧恒，你的腿咱有钱治了。原来他竟喜欢这些俗世的黄白植物，看来得让人多收集一些给他送来。几位是顶尖骨科专家，我丈夫腿骨久伤腐坏，若能根治，这箱珠宝归你们。这纯度，这全都是纯正的古董珠宝。立刻带上你们最先进的便携式手术器械和特效抗生素，现在全部闭上眼睛。好了，可以睁眼了。天，这中式古典装修也太奢华大气了，这得耗资上亿吧？快看看我丈夫的腿。病人腿骨粉碎性断裂，长期不治已错位，伤口严重感染化脓，必须立即手术清桑，复位骨骼。病人腿骨粉碎性断裂，长期不治已错位，伤口严重感染化脓，必须立即手术清桑，复位骨骼。哎呀！别怕，萧恒，他们是我找来给你治腿的。你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已经典当了吗？你贴身带着定是珍视之物，我又赎回来了。这是母后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你睡一觉，我和母后就在这陪着你，寸步不离。好。江小姐，我们需要先给你丈夫的腿先进行消毒，整个床全换上无菌。5152，你们在吗？太子妃，我们在。把门守好了，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谁敢硬闯，格杀勿论。是。太子妃呢？还不快滚出来见本宫！哼！太子妃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本宫今日本来就心烦，皇上最近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天天嫌本宫年老色衰，心思全被那些新入宫的年轻小蹄子给勾了去。你们竟还敢拦我！给本宫拿下这些狗奴才！太子妃竟敢把伺候太子多年的下人全赶出去，挑拨本宫跟太子的母子关系，真是恶毒！给本宫把门踹开！太子妃，是属下无能。娘娘恕罪，臣妾怎会恶毒，一心只惦记着您啊。这是西域的驻颜水，您容貌气度无双，旁人万不及一。您瞧瞧，用了这驻颜水，定能年轻10岁，独得皇上恩宠。
这真是好东西。穆妃，咱们今日来可是要见大哥核实东宫情况的。贵妃娘娘，二皇子殿下，太子服药刚睡，不便见客，二位先回。殿下醒了，臣妾即刻通报。让开！太子怎么可能不见本王跟母妃？定是你在胡说！江瑶，太子面色惨白如尸，连气息都弱得像要断，这满屋的腥味遮都遮不住。你敢说这只是刚睡下？敢欺瞒本王和贵妃娘娘，你脑袋不想要了？我不想死！皇帝、贵妃娘娘，你们有所不知，太子伤口已经溃烂入骨，命不久矣。臣妾怕被陪葬，方才才敢阻拦二位。太子伤势竟重到这般地步，都怪东宫旧仆克扣闪身，贪墨私库与药费，太子如今已无力回天。该死，手术还没完，萧恒失血过多，再不走，萧恒真的撑不住了。那群刁奴被逐出宫前，竟当众指证，谋害太子、克扣贪赃的幕后主使就是二皇子您。您今日来这时，一派胡言！那些刁奴贪赃枉法，败坏本王名声，死有余辜。你赶得太对了！对，太子妃赶得好，本宫宫里还有急事，走，快走！江瑶，你最好句句属实。太子若是撑不过本王，会禀明父皇，给你个体面的死法。江小姐，你们这拍戏也太真实硬核了，刚才那两人的演技绝了。绝什么绝？再不给我丈夫输血止血，他才是真的要绝了。好了，现在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出去。啊！阿瑶，刚才我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了贵妃和老二的声音，你可有受半分委屈？就凭那两人，我略施小计，便哄得他们以为你命不久矣，仓皇逃走。江瑶，这辈子能遇到你，当真是我最大的幸运。你的腿已清创，还需时日休养。我打算在京城开家脂粉铺，赚贵女银钱，撑起东宫。何苦让你奔波操劳？我的旧部即刻便可召回，东宫自有我来撑。靠人不如靠己。好，既然你想做，那我名下的身家财产，全听凭太子妃娘娘一人调遣。哟，这便是新太子妃，生的倒是标致，整日摆弄这些奇物，不如陪本侯寻些乐子。哪来的登徒子？太子命不久矣，你还不如跟了本侯，保你富贵无忧。给老娘滚出去，否则我叫人了。此女刚烈果决，昔日我与太子战场过命，她遭人暗算落败，或许她便是太子重振的转机。呸！所谓西域驻颜之物，不过俗品。你一介村姑，竟敢在京城招摇撞骗！你又是哪位？我是丞相之女柳如烟。江瑶，识相便即刻官铺滚回乡野。若太子无恙，正妃本该是我。你卑贱之身，岂配入主东宫？你卑贱之身，岂配入主东宫？我不配，我跟他高配、顶配、绝配、天仙配，现在还是他的原配。你说我们配不配？你身为太子妃，竟抛头露面的在市集开铺子，简直丢尽了皇家的体面与脸面。丢脸！太子为护家国，受了重伤，如今东宫开销宏大，我身为太子妃，自食其力养家，何错之有？倒是你这位口口声声倾心殿下的柳大小姐，殿下落难时你避之不及，如今风波暂平，反倒来我这里撒野，礼义廉耻何在？你这个乡下来的野蛮泼妇，你竟敢羞辱本小姐！羞辱你，我没把你轰出去就不错了。阿瑶，这人是怎么进去的？没有进去，这是视频，人家拍好了上传的。来，我带你玩小游戏。Unbelievable cool！ 萧何，你堂堂战神太子，手速这么慢，3个一样的连一起就能消掉。我再教你玩一个纸牌游戏。对，你现在是地主，他们会一起压你的牌，炸他们。对，就这样，赢了。哎，这个游戏格子你别乱点，这个你点到炸弹，游戏就结束了。这新奇玩意儿当真玄妙。江瑶，你究竟藏着多少秘密？你不说我就不问。你是上天赐我最珍贵的至宝。
圣旨到，宣太子妃江瑶即刻面圣，不得有误。江瑶，你身为太子妃，闹事开铺，抛头露面，有辱皇家体面，即刻官布回东宫闭门思过。这柳如烟多大年纪了，还玩告家长这一套？父皇明鉴，臣妾都是为了东宫生计，府中早已拮据，殿下重伤溃烂，若不开铺赚银买药，他如何活命？他可是您的亲骨肉。太子如今伤势到底如何了？如何？父皇将殿下弃于东宫，断医断用，任由恶奴作践，丢为馊饭。放肆！竟敢御前质问朕！来人，捉红色10大板！慢着，臣妾今日进宫，特为太子敬献西域绝世奇珍。父皇，此乃太子历经艰险寻得的西域五彩琉璃宝盏，特命臣妾今日献给您。好，此宝无瑕绝世，太子卧病仍尽孝，实属难得。赏！皇家赏的可都是好宝贝。有了，父皇，此乃西域神物，为真龙天子可开启。欢迎真龙天子使用真龙手机，真龙手机你值得拥有。真龙，陛下果然是真龙天子，拜见真龙天子。好，好，好，起身吧。传朕旨意，赏东宫黄金1000两及锦缎财帛。太子妃庄铺即为太子医病所用，朕准你开设。臣妾谢父皇圣恩。朕想看看太子，你去与他说。父皇给的这些赏赐，原来是这个目的吗？那臣妾不要了。为何不要？你刚才听到赏赐，分明很开心。父皇，臣妾若真的替您说话，那就再也没人向着太子殿下了。父皇，臣妾若真的是替您说话，那就再也没人向着太子殿下了。太子殿下日日伤口疼痛难忍的时候，嘴里都在喊着父皇，他好疼。给东宫的赏赐再多加2000两黄金。娘娘，太子殿下何时说过这些话？别多嘴，我说他说了就是说了。太子妃娘娘，二皇子有请，称有东宫机密相商，请随奴才一步。众人快看，光天化日竟敢冒充二皇子！二皇子素来恭谨守礼，岂会私会皇嫂？尔等蓄意挑拨皇室关系，无疑动手！你找死！哈哈，好个聪慧狡黠、伶牙俐齿的丫头，借力打力的性子，倒和太子如出一辙。今天那丫头说的话，太子当年聪慧善战，本是朕属意的储君，登基只待10日，为何非要通敌谋反？老二近来异动颇多，传朕密旨，令暗卫密查太子旧案，若为构陷，绝不姑息。萧恒，我今日进宫得了厚赏，后续给你买药护理的钱都有了。你今日太过冒失，父皇多疑，伴君如伴虎，往后无我应允，不许再贸然行事，凡事必先告知我。他要见你，我已经回绝了，只是此事必须告知你。蒙冤那日，他半句都不愿听我解释，我不想见他。那就不见，我会一直陪着你。我去给你打水擦拭，你等着我。阿瑶，我定要振作起身，撑回一切，护你一世安稳周全。出来吧。太子殿下，您终于愿意见臣了，臣等了整整3年啊！当年本太子落难之际，你手握10万镇北军，为何按兵不动，反倒投靠二皇子？殿下明鉴，当年二皇子以软金伞控制全军，又挟持臣300口家眷相逼，臣只能假意投靠，只为保全家人与镇北军。臣隐忍多年，只为静待殿下东山再起。本太子信你，前贤尽孝，即刻联络镇北军旧部，密调精锐入京蛰伏，务必拼死护好太子妃。臣领旨，定不负殿下重托。老二，你敢动我的人，新仇旧恨，本太子一一与你清算。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新店开业，全场买1送1，太子妃娘娘救命！
小女后日入宫选秀，昨夜遭庶姐下毒回容，求娘娘出手相救。这脸隔着面纱都能闻到药味儿，肯定治不了了。就是啊，神仙来了也难救，这辈子算是彻底毁喽。能治。这其实还没开意识，在心里。哇！神仙手段，娘娘当真是九天玄女下凡啊！娘娘，不对劲。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怎么可能？怎么给我擦皮鞋？这究竟是什么生物？为何连我削铁如泥的把刀都看不透？这叫防弹衣，只要你臣服于本宫，不仅这件神物送你，本宫手里还有比这更厉害100倍的神仙装备，干不干？主人在上，属下断肠人愿誓死效忠。只是属下来刺杀你的是京都最大胭脂铺的陆老。你腿还没好，你起来干嘛？我听说有刺客，你有没有受伤？快让我看看。我没受伤，你别担心。阿瑶，以后你出门多带几个人，若你出了半分差错，我哪怕得到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好啦，知道了，以后都听你的。对了，你知道胭脂铺的陆老板吗？知道，此人明面上是巨张，暗地里其实是二皇子敛财的核心钱袋子。我会找人解决他的，你别担心。不用，你腿伤未好，不必操心这些事，我能解决的。出来。殿下，将调回的精锐旧部全部部署在彩妆铺四周，暗中死护卫阿瑶。还有，老二的手伸得太长，竟敢动阿瑶，派人给他松松筋骨。龙宫剑奴好大的胆儿，竟敢用有毒次品偷换我陆记胭脂铺的正品胭脂！你血口喷人！这分明是咱们太子妃娘娘的顶级西域祝融水，是你们陆记嫉妒眼红，还敢狡辩！现在人赃并获，全部抓起来打断腿，关进私牢，看那个村姑拿什么跟老子斗！老二四敛聚财，京城多处旺铺皆是其私产。陆老板是核心助力，你彩妆铺生意火爆，触动其利益，他们要彻底搞垮你。跟我一个现代人玩恶性商业竞争，太嫩了。放心吧，萧恒，我已有妙计，看我这次不扒下他们一层皮，我就不叫江瑶。各位姐妹，本宫示弱，陆老板诬陷本宫卖假货，本宫斗不过他，只能关店了。凭什么呀？娘娘的东西明明最好用了，我的烂脸就是被娘娘治好的。就是陆记胭脂铺简直欺人太甚，太子妃娘娘，我们跟你一同前去，今日必须让他们给个说法。那两个东宫剑徒换假货，证据确凿，老子手里这瓶就是毒水次品。是吗？证据确凿，那大伙今天都给本宫看好了。刁商竟敢诬陷我东宫，还不快把本宫的人放出来，否则本宫今天拆了你这陆记！娘娘饶命！娘娘饶命！我这就放人，这就放人！萧恒，抓紧方向盘，冲！这是我秋名山车神的专属座驾，保准让你腿活气血！慢点，阿瑶，这古怪车子开得太急，要掉下去了。太子殿下已经很多年没有这般笑过了。消消乐，扭扭车，你一定是上天特意送到本宫身边，这辈子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本宫愿用命护你这一世无忧。阿瑶，等我的腿重新站起来，彻底解决那些事，定要带你看遍这齐国天下最美的大好河山。好。
皇嫂手段通天，既能哄得父皇欢心，又善于经商。本王以前小瞧你了，太子已是命不久矣。皇嫂，良禽择木而栖，不如跟了本王做妾，待本王登基，保你一世荣华。二皇子殿下抬举臣妾了。臣妾出身卑微，无福伺候后英明神武的殿下。少给本王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本宫知道是你在东宫搞鬼，想清楚站哪边，否则今日你别想出这门！你平时在父皇面前装模作样，兄友弟恭，如今不装了，你连萧恒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动老娘，你配吗？贱妇找死！我今天就废了你！二皇子，太子储位未废，父皇尚在，你竟敢光天化日对我动手，是要弑兄妻嫂造反吗？江瑶，你要是敢动本王，我母后不会放过你。娘娘，太子把二皇子昔日贪腐的证据送到了皇帝跟前，借着皇帝的手，连夜拔除了二皇子好几处核心势力，二皇子党羽大乱。我男人好样的，皇帝肯定开始怀疑太子谋反是伪证，二皇子朝堂受挫，这才急着来拉拢或除掉我。既然他自寻死路，我便送他一程。哎呀，皇帝，皇嫂刚才跟你开玩笑呢。你想干嘛？本宫这是关心你，你衣领乱了，这般仪容不整出去，百官若是看到了，父皇要责罚你失礼了。皇帝慢走，本宫这小庙容不下大佛，今日就不远送了。哼，走着瞧。萧恒，快看，我拿到了能洗刷你多年冤屈，让二皇子党万劫不成的绝对铁证。阿瑶，这是什么？这是录音笔，我今日把监听器装二皇子身上了。莫非父皇那个老东西竟然开始彻查当年太子的旧案，甚至想恢复萧桓的太子之位？必须找机会把他除了。急什么？本宫有暗种，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3年来，母后惨死，我从云端坠落泥潭，每天被逼吃馊饭冷菜。真相，原来真相竟然是如此。萧恒，你这些年受过的委屈苦楚，我定为你悉数讨回。莫急阿瑶，单凭这些尚且无法撼动对方根基，那就先向他们讨要些利息。谢谢你，阿瑶，是你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是你让我这条腐烂的命重新活了过来。此生我绝不负你。你我一体，二人从心。这天家的刀山火海，我就陪你闯一闯。把这些都装起来。你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前朝真迹，价值连城，你竟像装大白菜一样装起来。你昨日不是在说要在京城开一家只需1文钱的惠民药铺？这些死物放着也是机会，不如全变卖了，充作你的本钱。全变卖了？这可是你东宫最后的家底，你就不怕我全赔光？我的就是你的。娘娘，这等能治烂肉的神药，真的只要1文钱？小人只有1文钱。1文即可。此药膏专治跌打损伤、伤口溃烂发炎，温水洗净伤口，早晚涂抹，半日消肿止痛，3日结痂。活菩萨，活菩萨呀！娘，我饿了。乡亲们，她是妖女！乡亲们，别被骗了，哪有这么便宜的神药？这妖女用蛊虫炼药，表面治病，实则吸人魂魄，是祸乱国运的妖孽。妖术、蛊虫，好得很。本宫今日就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睁开狗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微观世界。这是药理反应，是科学。这些规则颗粒是杀邪毒的药材成分，不是蛊虫。那些浑浊物才是治伤口溃烂的邪毒。我的药就是要杀灭它们。什么狗屁微观世界！老子砸了你这妖法！放肆！我妻江瑶心怀苍生，乃大齐之福。从今日起，谁敢再造谣污蔑太子妃半句，以谋逆论处，就地正法，杀无赦！太子千岁，太子妃千。
萧恒，我绝不能让你翻身去找贵妃娘。父皇，东宫私开商铺，与民争利，此乃动摇国本之大罪，儿臣恳请父皇严查太子，以正朝纲。父皇，您看，太子妃简直目无王法，后宫女子竟敢擅闯朝堂，来人，还不将她拿下！父皇，臣妾今日登殿，并非干预朝政，只为自证清白，消解二皇子对东宫无端构陷的污名。父皇，这是药铺全套账册，收支一诊记录清清楚楚，绝无虚账暴利。臣妾药铺常设义诊，接济贫苦百姓，此乃千余百姓联名请愿书，恳请父皇勿信谗言，莫冤东宫。父皇，账册言辞皆可伪造，不过是他刻意造势欺瞒您。账册可交由户部、内务部当场核验，真伪一查便知。太子妃开设药铺，济世为民，自济东宫，并无过错。朝堂之事讲究真凭实据，无实证不得肆意弹劾，构陷宗亲。太子妃去御书房候着，朕有事问你。现在证据不足，难撼动二皇子与贵妃，贸然行事恐打草惊蛇，伤及萧恒。唯有集齐证据，方可一举制胜。江瑶，朕听说你在南城用了一种奇药。父皇是指臣妾给百姓治伤用的涂抹膏子？烂肉3日结痂，高热半时辰即退，这等神异之物，你从何处得来？这老狐狸果然起疑了。父皇明鉴，此膏乃臣妾祖上传下来的方子。祖传秘方，药材珍稀难寻，炼制工序繁复，臣妾倾尽父皇赏赐金条，才堪堪炼成数支。哦，父皇，殿下在东宫遭下人苛待欺凌，臣妾若无防身本事，我俩早已性命不保。哈哈，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你不仅医术好，胆识更让朕赏识。朕赐你金牌令箭，往后准你自由出入宫禁。谢父皇圣恩，这令牌来得及时，对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可是大助力。皇上着了什么魔，居然给那个乡下来的村姑金牌？江瑶，本宫当年能把皇后踩在脚下，如今也一样能解决你。啊！阿瑶，萧恒，你看，我们拿到金牌了。父皇生性多疑冷酷，伴君如伴虎，我自得知你去对峙，便一直提心吊胆。怕什么？我什么风浪没见过？父皇被我几句话手拿把掐。你呀，真是个鬼灵精。以后这齐国后宫，本宫横着走。明日我要去贵妃宫住。父皇御赐金牌令箭在此，谁敢阻拦？太子妃，你请。太子妃好大的威风，本宫这儿也是你想来就来的。娘娘息怒，昨日朝堂与皇帝生了误会，唯恐咱一家人心生隔阂，这是新制的玉容露，特来献给娘娘赔罪。你还算识相，娘娘若用得好，臣妾到时再送2瓶来。没什么事就退下吧，本宫乏了。此番布下监控，对方一举一动都无从。殿下，太子如今势头渐起，您当真不急？哦，所以京都第一才女，这是要投靠本王？我柳如烟绝不屈居人下，一个村姑竟敢侮辱于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所以呢？良禽择木而栖，家父身为丞相，朝野势力深厚，我愿倾力辅佐殿下登顶帝位。你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唯有一桩，殿下登基后立我为后，将江瑶彻底压垮。够狠，本王喜欢，本王答应你了。江瑶大齐后宫之主的位置只能是我。这东西竟能看到贵妃殿内。没错，以后我们可以24小时直播贵妃的一举一动。柳如烟与贵妃搞在一起，必有阴谋。不能再等了，3日后便是中秋宫宴。这是臣女重金从关外买来的西域奇毒，娘娘只需在宫宴上将毒酒赐给萧恒。如烟，这药可能瞒过太医的眼睛。无色无味，白银细针根本验不出来，而且是慢性毒药。萧恒在宫宴上喝下，并不会当众毒发，而是3天后暴毙身亡。此药甚妙，臣女会大肆传播江瑶8字不及个克夫克父的谣言，任凭他有通天手段，也得给萧恒陪葬。好，一箭双雕。
他们竟然敢在父皇眼皮子底下，用这般卑劣的手法除掉你我！想在宫宴上毒杀你，还想顺手给我扣个克夫的帽子，这如意算盘打的，我在东宫都听到响了。跟我玩独立学和舆论公关，那就是踢到铁板。阿瑶，你有法子应对。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毒，那中秋宫宴上我就亲自给他们上一堂现代化学课。中秋宴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萧恒，把这个喝了。这是何物？这是特效解毒药，有了它提前在体内形成抗体。贵妃给你的酒，你放心大胆的喝。阿瑶，朝堂之上若贵妃二人狗急跳墙，后果不堪设想。若有万一，你立刻走，不要管我。萧恒，你给我听好了，我江瑶成了你的太子妃，就绝不可能当逃兵。我说过，你死我就得陪葬。阿瑶，这是利息，明晚给老娘挺直腰杆打赢这一仗，本宫再给你发全面福利。我另有后手，我可要主动反击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得住。太子近日身体好转，本宫这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这杯30年的桂花酿，本宫亲自为你斟上，愿太子早日康复，愿我大齐福寿绵长。好，贵妃此举甚为朕心，太子你当饮此杯。慢着，这酒喝不得，放肆！江瑶，你竟敢在皇上和百官面前咆哮大殿！母子情分，臣妾今日习得辨毒秘术，可查验天下毒物。贵妃娘娘不介意，臣妾拿这杯酒献丑吧。太子妃，你莫要污蔑我。父皇请看，这杯酒里有见血封喉的剧毒，若太子喝下，3日后必将身亡。在我面前都敢毒害太子，贵妃你当真是死的吗？在我面前都敢毒害太子，贵妃你当真是死的吗？皇上明鉴，臣妾冤枉啊！这酒是御膳房统一送来的，臣妾怎会知晓有毒？定是有人蓄意栽赃，要害我们母子离姓。大胆婢女，竟敢下毒谋害太子，还蓄意栽赃，速速交代幕后主使！皇上饶命，奴婢冤枉，奴婢没有下毒啊！皇上饶命！本宫这法术验的不仅是毒，还能验人。把人带上来！启禀太子妃，这贱婢见下毒败露，方才正欲逃跑，被属下当场擒获。是谁指使你在太子的酒里下毒？说出幕后主使，本宫保你性命。是贵妃娘娘身边的贵嬷嬷，是她拿了奴婢家人的性命要挟，给了奴婢那瓶无色无味的毒药，逼奴婢下毒的。皇上饶命啊！来人，把那个老刁奴给朕拿下，送入慎刑司严查，绝不轻饶。父皇，贵妃御下不严，致使刁奴谋害太子，罚俸半年，禁足宫中3日，闭门思过。罚俸半年，禁足3日，谋害储君重罪，仅轻罚处置。父皇这是在偏袒贵妃母子。贵妃兄长手握兵权，要动他势必牵动朝野军心，父皇不会轻易动他。费尽心思折腾一场，到头来还不是徒劳无功。仅凭这点手段，也想撼动本宫分毫，未免太过天真。储君又如何？不得圣心偏袒，谋划皆是徒劳。大哥，你输了。我们走。普通的后宫阴司根本扳不倒他们母子，想要让父皇彻底对他们寒心，我们必须找到他们更大的罪证。什么罪能比谋害太子更重？那就看他们能把什么证据送到我们手里。殿下，边关的暗线传来绝密军情，讲。二皇子近日秘密联络了突厥使者。你说什么？二皇子提出以大齐北京的3座边防图为筹码，换取突厥出兵，救助他逼宫夺位。好一个大齐的二皇子，为了一己私欲，竟要引狼入室，取大齐千万百姓于不顾。只是目前双方交接极其隐秘，我们目前只有线报，尚无确凿文书证据，必须马上拿到证据。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收集证据的事交给我。全京城仅限100份，能让贵妃们重返18岁，先到先得，还送 VIP 卡。掌柜的，听闻你这里有能让容颜不老的美容秘法，我们想重金求购一批带回突厥。原来是突厥的贵客，里面请，咱们内堂详谈。好一个江瑶，竟然借着卖药的名义，在跟突厥使臣暗通窥伺，打探情报。殿下，我见江瑶在药铺与突厥使臣密会，他一定是在替萧恒打探我们交易的底细。下去吧。萧恒，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死残废罢了。哼，就算江阳那个村落打探到了什么，又能怎样？又能怎样？他们拿不出铁证，父皇就不会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东宫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老二竟然真的要卖国！大齐的万里河山，无数将士的尸骨，他就要拱手送给突厥。可恨我如今是个废人，连站起来提剑杀敌都做不到，我算什么大齐储君？萧恒，你不是废人，你是大齐的战神，相信我，你的腿会好的。当年我率军大捷归来，贵妃和老二伪造信件和龙袍，污蔑我通敌谋反，断了我的双腿，毁了我的眼睛，让我像狗一样在东宫苟延残喘了3年，我不甘心。萧恒，看着我的眼睛，我一定能让你站起来。你什么都别想，专心恢复身体。至于二皇子的铁证链，我会一一收集。查到了。如何？我用了穿透式审计法，发现30万担赈灾粮，最终到江南灾区的只有3万担，其他的全被他中饱私囊了。他已不止一次以赈灾、修和为名，要求户部拨款。他一个皇子，锦衣玉食，要这么多见不得光的钱粮做什么？他在饲养军队。不错，如此庞大的资金链，足以养活上万精锐私兵。我们必须立刻提醒父皇。我们没有实质的兵营证据，不可贸然给一个皇子扣上饲养军队的罪名。那就要想办法让父皇自己起疑。走，咱们今天就去御书房端了他的老鼠窝。恒儿，你这身子尚未痊愈，今日怎么破例主动出东宫了？儿臣听闻江南水患，父皇日夜忧心。儿臣虽是废人之躯，但也想来给父皇请个安，尽一份绵薄孝心。你有这份心，朕很欣慰。江南灾情确实令朕头疼，朕已拨下30万担粮草，希望能解百姓之苦。父皇仁爱，大齐百姓定当感恩戴德。只是臣妾近日在民间听到一个有趣的寓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哦，说来听听。一户富家粮仓闹了饥荒，当家主事开仓放粮，可粮仓里有一只硕鼠，主事把粮食分给灾民之前，那硕鼠竟提前在暗道里把大头全搬进了自己的私巢，结果灾民饿死了，主事却还以为是粮食给的不够呢。太子妃，你这预言似有所指。臣妾愚钝，只是市井小故事罢了。来人，传朕密旨，派大内密探即刻前往江南沿途彻查赈灾粮草去向，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殿下，我父亲传出的密报绝无虚言。皇上今日见了萧恒与江阳后，突然下令彻查赈灾粮的去向。定是江瑶在皇上面前吹了风。殿下，
且不可再掉以轻心。我必须做皇后，江瑶她不配。立刻传令江南的暗桩，不惜一切代价把证据毁掉。娘娘，这法宝当真神了！属下今日潜入二皇子府，拿着这个微型摄像机，竟能隔空视物。定是柳如烟利用他爹得到的消息，让他提前毁灭证据。烧吧，反正我已经同步到云端保存了。先按兵不动，我们要等他跟突厥的卖国勾当也彻底浮出水面，一击必中。只要账本化成灰，父皇的密探查到天边，也查不到本王的头上。殿下，证据虽毁，但江瑶实在太聪明，绝不能留。怎么处？他若不死，必是我们的大患。哎呦，老天爷呀！大家快来看看这个不孝女啊！她做了太子妃，享荣华，却让亲娘在乡下受苦，白眼狼啊！哎呦，老天爷呀！真没想到，这太子妃娘娘医术高明，竟是个如此不孝之人。连亲娘都不认，这也太狠心了吧！江瑶，百善孝为先，大齐最重孝道。我看你这次怎么在京城立足。当年你为了区100两黄金，将我视作死人卖进东宫冲喜的时候，可曾想过我是你女儿？各位父老乡亲看清楚了，这是当年长侍嬷嬷作证，我亲娘亲自按了血手印的断绝关系文书，文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拿了黄金，我江瑶与江家从此生死各安天命。死丫头，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是你老娘，你五一，给本宫将泼妇架走！敢再踏前一步，你擅闯皇家中地论处！姐，对不起，是我没拦住娘，是她拿了别人的银票，非要来闹事，我这就带她走，再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程宗，拿着这些银两，好好读书科考。走，娘。那太子妃虽拿出了断亲书，但哪有亲生女儿当众把老娘扔出城外的？这简直是禽兽不如啊！此等不孝之女，简直败坏我大齐的伦理纲常。皇室怎能容忍这种毒妇？真是太不孝了！这江瑶真是太不孝了！就是。不孝毒妇，滚出京城！戏演的不错，柳如烟给你们结了多少工钱啊？你胡说什么？我们是为天下孝道，鸣不平。来人，把证据给他们看看。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是柳如烟收买江母来京城闹事的连号银票存折，幕后推手皆有铁证。相府千金为了污蔑本宫，不惜花重金买通我那贪婪的生母，刻意编造谎言，煽动流言构陷本宫，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公道。原来是柳如烟在背后搞鬼，竟然利用一个老钱婆来陷害菩萨心肠的娘娘，打死这些收黑钱的狗东西！娘娘，要不要将事情闹大，让柳如烟长长教训？不急，我要秋后算账，早晚跟他算总账。拿好了，此药一日服用3次，每次服用3粒，3日即可好转，不收1分钱。太子妃娘娘真是活菩萨转世啊！要不是娘娘的免费药，老身这把骨头早交代了。自今日起，惠民药铺每月初1、15全天免费寄诊施药。娘娘万岁！
好一个东宫义诊！太子妃不仅医术通神，更有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此次平息油盐，不仅未伤皇家体面，反而替朕安抚了京城数万贫苦百姓。传朕旨意，太子妃江瑶贤良淑德，心怀天下，特赐封为正一品诰命夫人，赏黄金1万两，亲赐紫金红玉步摇。皇上圣明，恭喜太子妃娘娘。废物，全都是废物！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结果却让他踩着我们的脸得了一口诰命。江瑶，你夺我荣宠，毁我计划，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道友，死来妖女！就凭你们这几块废料，也想烧娘娘的场子？主子，人已制服，衙里的毒囊已挑破，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这个。这是二皇子府的死士令。萧景啊，萧景，你还真是蠢的连尾巴都不知道藏。这狗急跳墙的做派，不像是老二的作风，怕又是柳如烟从中作梗。反正他俩是一丘之貉，我把证据收好，等到算总账的时候，一并与他们清算。柳如烟，你竟敢偷我印信，私自调用我王府的死士去烧江瑶的仓库！殿下，那江瑶邪门得很，是他早有防备。殿下说过，只要事成，便立我为后的。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妇，自己犯蠢，还要把我王府搭进去。殿下，你放心，今天的账我一定连本带利让他还回来。你如今名声尽毁，相府都嫌你丢人，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滚出去！本王要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没空跟你在这耗。皇儿，皇上已经对你起疑，不能再等了，必须釜底抽薪，立刻行动。二皇子殿下，只要你签了这份契约，我突厥5万精锐铁骑任你调遣，助你直取皇城。5万骑兵，好，本王要萧恒死无全尸。但我们的条件是，事成之后各让北京3座边城。好，3座城池换本王君临天下，这笔买卖本王做了。哈哈。畜生！大齐的江山，将士们的鲜血，竟然被当成换取皇位的筹码！萧恒，铁证如山，退无可退。决战在即，传令下去，全面反击。老二已签下卖国密约，借突厥5万铁骑逼宫，大齐危在旦夕。诸位，可愿随本宫杀出一条血路？誓死追随殿下！主子，这法宝当真通神，隔着几里地能把二皇子看得清清楚。打仗靠烽火和信讹太慢了，我们要打响信息化。信息化。阿瑶的神物足以改变战局。都带好了吗？现在我教大家怎么用。测试通讯，段长人报告萧景动向。属下在二皇子府外3里处监视目标，一切正常。他正在后院骂人。千里眼顺风耳。阿瑶，有了这等神器，我们等于在天上开了一只眼睛。没错，信息差就是战场上最致命的刀。这一战，我们给萧景来个降维打击。柳如烟，你还敢来？滚出去！殿下要赶我走，可以，但我手里有一条绝妙之计，能让萧恒永远翻不了身。你，殿下难道不想听？既已来了，听听倒也无妨。说。这3年来，我日日临摹萧恒的笔记，早已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我们大可以伪造一封萧恒与前朝余孽勾结、意图谋反的密信，趁着皇上因江南赈灾案多疑之际，直接呈到御前。好一招借刀杀人！柳如烟，
你若是真能促成此事，本王收回前言，后位还是你的。柳如烟当真是歹毒，我真小瞧她了。他们想用这招激怒父皇，逼父皇对我痛下杀手。伪造笔记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老套路，他也敢在本姑娘面前班门弄斧。3年前他们就是用这一招毁了我，3年后还想故技重施。3年后有我在，他们就别想得逞。阿瑶有何妙计？既然他们这么喜欢造假信，那我们就给他们加点料。阿瑶想加什么料？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精心伪造的证据是如何变成送他们下地狱的催命符。这又是何物？能助我们今天绝地反击之物。父皇，这封密信乃是儿臣截获，信中太子竟然暗通前朝余孽，意图联合旧部逼宫复辟，此乃诛九族的大罪啊！逆子，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父皇息怒，儿臣本不敢相信大皇兄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但这字迹确实是皇兄的亲笔啊！儿臣没做过。亲笔，二皇子殿下，仅凭字迹相似便定当朝太子的死罪，您这储君之位抢的未免也太心急了吧？放肆！父皇面前哪有你一个妇道人家说话的份儿？这信上的字，满朝文武谁看不出是太子的真迹？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什么叫科学打假？江瑶，你这是何等妖物？是能辨出假冒字迹的神物。哼，人证物证俱在，这上面的字迹分明就是你萧恒的亲笔，你还敢狡辩？哼，字迹一样，就是亲笔。父皇，请容臣妾当堂验看这所谓的铁证。父皇，切不可听这妖妇妖言惑众。江瑶，你且说说看。父皇请看，太子殿下常年习武，腕力极强，落笔讲究力透纸壁，字迹边缘有自然晕染的飞白。而这封信字迹虽然模仿的9分像，但在放大镜下，墨迹边缘出现了极其明显的描摹停顿点和覆墨痕迹。这是仿写者因为心虚和刻意模仿，导致比例不济的绝对铁证。二皇子，你找的这个代笔，连基本的运笔发力都不懂，就敢拿来糊弄圣听，你是把父皇当瞎子，还是把满朝文武当傻子？哼，混账东西！父皇息怒！拿伪造的信线来欺瞒朕，构陷当朝太子，你长本事了！这是欺君罔上、一谋逆的死罪！父皇明鉴，儿臣也是被蒙蔽的呀。这信是下属双报上来的，儿臣一时心急护驾，才未加详查呀。父皇，儿臣一时查不明，绝无构陷皇兄之心啊！哦，未加详查，一个小小副将，若无人撑腰，借他10个胆子，敢伪造书信构陷当朝太子，此事必有幕后主使。你血口喷够了！传旨，刑部即刻介入，将那副将捉拿归案，给朕严刑拷问。若查出幕后主使，定斩不饶。废物！娘娘，我刑部一旦查清，我们全得死！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江瑶手里那发光的妖气是什么。娘娘，您得救我！救你！本宫现在恨不得剥了你的皮！来人，拖走！娘娘，您不能！从今往后，柳如烟再敢踏入本宫寝宫半步，杀无赦！烧，都烧掉，绝对不能留下证据。现在知道害怕了，可惜刑部查不到的证据，我这云端服务器里存得满满当当。萧景现在自顾不暇，刑部的火很快就会烧到他身上。阿瑶，我们也是时候唤醒那些沉睡的利刃。
殿下，无妨，刑部已经死死咬住了那桩旧案，老二现在自顾不暇。殿下是想趁他病要他命？臣誓死追随，请殿下示下。萧景已被逼入死角，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他要兵变，800里加急，把这送给定远将军、平南侯和虎威将军，告诉他们本太子要收网了。臣领命。3位将军皆是殿下的生死兄弟，只要见到这血书，必星夜点兵，擒我护驾，万死不辞。萧恒，今晚给你做最后一次深层骨骼修复手术，我要剔除你膝盖骨缝里最后一点坏死的毒素和碎骨。来吧。古代身体对现代麻醉剂有极强的抗耐性，剂量不够，等会儿你可能会痛苦。3年地狱我都熬过来了，只要这双手是你的，就算千刀万剐，我也受得住。今夜一只苍蝇飞进去，你们提头来见。誓死捍卫殿下。了解了。手术结束。萧恒，手术已经完成，你需要一个复健的过程，会很痛苦，我会陪着你，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能恢复如初。我一定能坚持。那就开始吧。抬腿，再抬高5公分，坚持住。慢点，慢慢来，不要扶墙。萧恒，用你自己的核心力量站稳。阿瑶，我成了。我的天，这才是大气战神！这复健效果太逆天了，这腹肌，这荷尔蒙，太犯规了吧！阿瑶，你看呆了？谁看呆了？我是在检查我的复健成果，看来现代科学就是管用，没白下我那么多高科技装备。阿瑶，干嘛？这副身躯，这双眼睛，都是你给的。我能重新站起来，不是为了江山，只是为了能有资格站在你面前，护你周全。萧恒，你干嘛？阿瑶，别躲！这一幕我无数次梦到。我萧恒对天发誓，若他日我君临天下，登上95之尊，你江瑶便是我大齐唯一的皇后。你后宫无妃，唯你一人。若为此事，万箭穿心。画大饼谁不会？萧恒，老娘要的不是空口承诺。现在萧景和贵妃随时会反扑，把你这条命先给本宫保住了，咱们再来谈这风月之事。好，听夫人的。刑部那帮人查到哪一步了？回娘娘已经顺藤摸瓜查到了那封伪造的密信，线索直指二殿下。再查下去都要跟着陪葬。娘娘三思啊，这可是迷神散，怕了。若下在皇上的日常要塞里不出半月，皇上便会神志昏聩，形同废人。这可是诛九族的大逆之罪。诛九族！娘娘饶命！本宫若不出手，等刑部查明真相，把折子递上去，本宫和锦儿现在要被千刀万剐。只要皇上昏聩无法早朝，锦儿就能以监国之名，顺理成章地控制朝政。谁敢拦本宫的路，本宫就送他下地狱，皇上也不例外。谁敢拦本宫的路，皇上也不例外。疯了！这个女人为了夺权彻底疯了。父皇本就年迈，气血亏虚，若真服下迷神散，活不过3个月。萧恒，我们必须立刻进宫。不可！阿瑶，刑部调查刚刚有了进展，老二的私兵和突厥势力尚未完全暴露。若我们此刻拿着监控去揭发，父皇多疑，必定会追问我们是如何窃听贵妃寝宫的。一旦打草惊蛇，老二必会提前发动兵变，京城百姓将生灵涂炭。揭发会打草惊蛇，不揭发父皇性命担忧。既然不能在明面上掀桌子，那我们就跟他在暗处斗法。他下毒，我就去解毒。朕这几日总是觉得头昏脑胀、精神不济，
太医院那帮废物开了一堆安神汤，却毫无用处。父皇息怒，龙体为重。如何？父皇不必忧心，父皇只是近日为江南赈灾和朝局劳心劳力，导致肝火郁结，加上初秋风邪入体，这才头昏脑胀。不是什么大症号就好。这是臣妾用百年雪莲和几味奇药秘制的清心固元丹，父皇每日服下，臣妾保证不出3日，您定能神清气爽，百毒不侵。太子妃，你的医术比那些太医强多了。能为父皇分忧是臣妾的福分，只是父皇近日宫中风大，入口之物还需格外小心啊。快，再快点儿！只要把防务图送到突厥大营，二皇子重重有赏。二皇子的狗跑的倒是挺快。突厥大汗万岁！防务图已经送出去了，萧玄你们输了。该死，是副本。太子殿下，属下无能，未能全歼敌贼。突厥大营一旦拿到京城防务图副本，我们的兵力部署薄弱关节将彻底暴露，京城危矣。皇上，防务图暴露了，那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传姑密令，即刻起，京城9门守军全部换防，将图上标注的防守薄弱环节全部给孤填满弓弩手和重装步兵。你是要将计就计，把泄露的防务图变成诱杀突厥主力的索命符？萧景自以为送出去的是京城的钥匙，孤倒要看看，半个月后他突厥的5万铁骑怎么掉进孤布置的死亡陷阱。太子妃娘娘，我家小姐说她手里有二皇子最大的把柄，她愿意把秘密都告诉娘娘，只求娘娘事成之后留柳家全一条活路。带路，我倒要看看她的筹码够不够买她的命。江瑶，你赢了，我防血灭心的事马上要败露，我不是怕死，我只是不能连累相府。你想保住相府，那要看你给出的筹码够不够。二皇子除了与突厥勾结，还在城外的翠微山深处秘密豢养了一只整整精锐死士，粮草充足，装备的全是伪晋的重型连弩。我知道营地的具体位置，只要你答应保我柳家，我把地图画给你。地图画出来，断肠人会全天12个时辰盯着你，不要玩花样。5000重装死士，若不是娘娘提前截获情报，让老儿在京城的乱时将这支骑兵杀出，后果不堪设想。撤！立刻回东宫禀报殿下。殿下，翠微山深处确有5000私兵，装备极为精湛，且扼守入京的西南咽喉。5000精兵藏得够深，他们扼守要道，一旦发难，必成大患。你打算如何处置？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传孤军令，命虎威将军率2万铁骑，暗中切断翠微山的所有粮道和退路，不需急于强攻，只需围而不打。恒儿，朕听说太子妃前阵子给你做了几次针灸，你如今这身子可好些了？回父皇，儿臣残躯，多亏了阿瑶日夜调理，如今眼睛能见些微光，只是这双腿，怕是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当年是朕急躁了，朕常常在想，你若不残，大齐的北境何至于让突厥如此挑衅？父皇，儿臣残废事小，但3年前的冤案，儿臣通敌谋反的通敌密信，儿臣至今夜夜梦回，皆是冤魂哭泣。父皇，儿臣恳请父皇重新调阅大理寺当年旧案卷造，还东宫一个清白。传朕口谕，命大理寺即刻重新调阅当年太子谋反案的所有卷宗。快，点火，把这屋子里的东西全烧了，一片纸都别给大理寺留。收网。有埋伏，撤，快撤！二皇子殿下还真是体贴，知道大理寺找的辛苦，特意派你来当人证。带走。二皇子这智商真是不出我所料，一听要查卷宗，第一反应就是去烧。他若不烧，大理寺还没这么快抓到他的马脚。人赃并获，明天早朝，姑要看他怎么狡辩。
义子，你给朕解释解释，大理寺昨夜抓到的纵火犯，怎么全是你二皇子府豢养的死士？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只是听闻大理寺重审旧案，怕有小人作祟毁坏证据，这才派人去暗中保护。保护证据？保护证据需要带上3桶猛火油和10几把见血封喉的毒匕首吗？你闭嘴！放肆！当着朕的面还敢咆哮朝堂！传朕旨意，二皇子萧景欺君罔上，御下不严，即日起夺去身上一切职权，给朕软禁在二皇子府。瑶儿，用这个就能看到他们密谋的内容了吗？这个可以把突厥语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等一下贵妃跟突厥商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iPad 看到他们的文件内容，翻译之后就看到他们的阴谋。景儿已经被软禁了，皇上现在天天查当年的事，不能再等了。告诉你们大汗，按计划行动。贵妃娘娘放心，我们突厥的5万禁骑早已在边境枕戈待旦，信上的时间和安好，我们大汗一定会准时配合。约定1个月后重阳祭天大典，里应外合，突袭祭坛，弑君登基。重阳大典，弑君登基。老二，你既然把自己的死期选在祭天大典，那姑便在太庙前亲手送你上路。决战在即，二皇子有3万突厥私兵，咱们东宫这点人塞牙缝都不够，我必须搞点降维打击的物理超度工具。东宫的所有，甚至我的命，你皆可拿去，但阿瑶必须平安回来，无论输赢，我不许你出事。放心，等我回来，我要让二皇子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这包浆，这雕工，我的老天爷！瑶瑶，你去抢了博物院吗？这可是带血性的古玉和纯正的皇家御用啊！这些东西能换多少钱？保守估计几10个亿，你到底干嘛去了？全部变现，立刻马上，然后动用你所有的人脉，帮我搞点东西。你要干嘛啊？我要搞把大的。这个6发齐射，半个教场变成炼钢炉。这个中一下，3魂7魄都得麻烦住下。你别看它沉，扳机扣到底，1分钟4000发。再厉害的铠甲，这玩意儿一梭子过去，它身上比筛子还低。一个营地的人，这玩意儿从头顶砸下去，炸完以后再补2梭子，团灭，把这些分发给所有暗卫。娘娘，这铁疙瘩无锋无刃，能杀敌。所有的刀剑在他们面前全是地。太好了，有了这些，此战必胜！必胜！必胜！镇北侯听令。末将在，命你率5000精兵化整为零，提前3天，秘密驻扎在京城以北30里的清风谷。听到城内信号，即刻成合围之势，切断叛军退路。末将领命。3位将军，你们的塞外铁骑务必在边境设伏，截击突厥5万先锋，不得放一兵一卒入关。誓死效忠殿下。1个月后，重阳祭天大典，决一死战。什么？自从太子妃给皇上诊了脉，皇上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江瑶，你非要坏我好事，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传江瑶来见本宫。贵妃娘娘，用皇上病重这种烂借口把我骗了，就带了这几条杂鱼啊！江瑶，你毁我儿前程，逼得本宫走投无路，今日别想活着出去！刀枪不入，这是什么妖法？妖法？这叫现代黑科技，断肠人，老规矩，全废了。贵妃娘娘，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你的每一步都在本宫的意料之中。你竟敢设下死去为杀姑的女人，贵妃老二，你们找死！属下护驾来迟，请殿下责罚。萧恒，我没事，老娘穿着防弹衣呢，那几条杂鱼连我的皮都没蹭掉。阿瑶，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贵妃召你过去，我的心跳都停了。萧恒，今天我知有危险，从大局考虑我才去的。大局，若无阿瑶，我要这万里江山有何用？傻瓜，放心吧，我命硬着呢，还没当上你的唯一皇后呢，阎王爷不敢收我。若你有失，我会让整个皇宫陪葬。殿下，贵妃找到了3年前您遇案的证人，正派人追杀。段长人，属下必把人救下。哈哈哈哈哈！二皇子殿下，请你上路，跟我走。殿下，真的是你，醉将该死啊！3年前是贵妃和二皇子拿了醉将远在江南的80岁老母和刚满月的孙儿性命要挟，二皇子逼着醉将在皇上面前做伪证，指控殿下密供通敌啊！那封通敌信全是他们临摹了殿下的字迹伪造。姑当年视你为生死兄弟，10万镇北军的英魂，你何以面对？醉将苟活至今，就是为了等这一天，还东宫清白。有了这个，任凭他们母子在朝堂上如何舌灿莲花，也翻不了天了。这是何等神物，无笔无墨，竟然在眨眼间便能将千言万语一字不差的刻印得如此工整。这叫现代便携打印机。萧恒，当年他们伪造一份假信要花几个月，今天老娘只用3分钟就能把他们所有的罪证打印一条彻底锁死他们的铁证锁链。阿瑶，你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神明。重阳大典，老娘要看你亲手拿回属于你的皇位。殿下，二皇子在软禁期间逃出府邸，正在营地集结私兵。诸位将士，老头子偏心，太子使诈，本王已经被逼入绝境。7日后重阳祭天大典，便是我们翻天之时。事成之后，本王君临天下，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皆封侯拜将，世袭爵位，随本王杀入京城。弟子效忠二皇子，杀！造反宣言现场高清红外录像倒水。重阳祭天，太庙门前，老二，姑等你来。启禀殿下，二皇子安插在西侧马道的心腹偏将，刚刚试图暗中打开关卡闸门，迎击突厥前锋。就是这里。老二和突厥那边已经确认了日期，依计行事，用无线对讲联系定远将军和平南侯。今夜3个时辰内，将所有忠于老二的将领全面暗中调离，把我们的人和人数安插在北境13处险要咽喉。换防完成，二皇子还不知道所有的岗哨都变成了我们的人。我很期待重阳那天他推开城门会是什么表情。镇北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将本王的人调离关隘！殿下息怒，此乃大朝例行的边防轮换，秋季换防，各关口将领都是一律对调，何来殿下的人这一说？少跟本王打官腔，是不是萧恒给了你什么好处？殿下请自重。末将是奉旨办事，殿下若是不满，大可以等7日后重阳大典，亲自去御前参末将一本。末将还有防务在身，告辞。
镇北侯已然与萧恒联手，刑部又步步紧逼，再拖延下去，本王迟早身陷险境。传本王命令，5000私兵连夜隐秘集结郊外，7日后重阳祭天，即刻登基。这可是最高规格的特种防刺符，明天就算老二重连弩往你心口射，也休想伤到你1分一毫。大瑶，明日之后，要么我登上95之尊，给你皇后荣光，要么我便与你万箭穿心，共赴黄泉，怕不怕？萧恒，老娘这辈子就从来没打过败仗，这一局你一定赢。大齐的江珊珊是你的，而你是本宫的。此生有你，我万死不辞。父皇，大哥，好好享受你们人生中最后一次祭天吧。过了今天，本王才是这天下的主宰。大齐列祖列宗在上，今重阳祭天，愿大齐江山万代，叛逆皆除。大齐的天下是本王的了。有叛军！突厥人杀进来了！快护驾呀！老皇帝，你气数已尽，投降吧！大齐的战神死！孤等这一天，等了整整3年。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站得起来？红儿，你能站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有老娘在，阎王爷也得退避3舍。众将听令，随姑平乱！亮个相吧，小宝贝儿！保护太子妃！这是什么神器？这是天罚！退后者斩！给我冲！用人命填过去，杀了那个妖女！老二，时代变了。神明，大齐太子妃是神明下凡，神仙饶命啊！报！北京大捷，800里加急军报！突厥5万精骑前锋在雁门关内遭我镇北军旧部关门打狗，北境大胜！大胜！大胜！万岁！快援已断，尔等还不放下兵器，负隅顽抗者诛9族！完了，本王彻底完了。腾儿，这可是你部署的。父皇，儿臣发现突厥有异动，提前布防。父皇您近日养病，便未敢叨扰。好，是朕的好儿子，不愧是大齐的储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子销魂引蛇出洞，杀敌有功。大齐军权即日起尽数归于东宫。太子妃江瑶才智无双，多次救逆，特赐封为大齐护国天一，地位等同亲王。皇上圣明，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战神殿下，今天大获全胜，不跟本宫喝一杯？阿瑶，今日在祭坛上看你为我指挥千军的模样，我恨不得现在就将你藏起来，谁也不给看。少来！现在江山稳了，你少跟本宫贫嘴。得妻如此，我此生再无他求。报告太子殿下，讲，萧景没死。什么？萧权他不仅站起来了，还拿到了大齐所有的军权，本王不甘心！
王儿莫慌，只要我们还没死，就还有翻盘的机会。翻盘？怎么翻？士兵没了，突厥前锋被全歼了，我们拿什么翻？你父皇并未定你的罪，祭典当天，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你把突厥人引来的。母妃的意思是，只要没有足够的证据，谁也不能把叛乱的罪名扣在你头上。母妃说的没错，只要我还活着，随时都能反杀了萧何。老二留了一手，这次叛军冲出来时，他让突厥人带头冲锋，把自己摘出去了。所以这次父皇并没有定他的罪，因为父皇没有直接证据。父皇没有，我们有啊。我们之前收集了那么多萧景和贵妃的罪证，等的就是这一天，把这些罪证全部拿出来，一击毙命。我们有这么多的证据，私吞江南赈灾粮，垄断盐铁，借地下钱庄洗钱，企图谋害楚群，勾结突厥人，敛财豢养私兵死士。老二的野心早就按耐不住了，只可惜以前我们收集的证据太散，只要他找几个替罪羊，便能轻松脱身。证据散，那我就给他做个降维打击的思维导图和审计闭环。这份卷宗已查清他的资金流向、洗钱渠道与私兵补给，证据闭环完整，铁证如山，任谁也无法翻案。他的罪简直罄竹难书，用万千百姓的骨血来铺他上位的路。阿瑶，你做得极好。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次我定要让他血债血偿。殿下娘娘，大事不好！京郊临县突发烈性鼠疫，蔓延极快，当地官员尽数毙命，百姓死伤无数，流民正冲破关卡涌入京城。断肠人5-1，所有人即刻换上防护服，携药剂随我出城驰援疫区。若压不住鼠疫，大齐必将覆灭。阿瑶，我随你一同前去。萧何，你疯了！疫区凶险，你乃国本，若出事我该如何？你不能去！江瑶，你是我的妻，你一介女子都敢跟阎王抢人，我这个大齐的储君就敢在阎王殿的大门口给你守大门，当你的开路先锋。东宫暗室听令，启程！誓死护卫太子妃！誓死护卫太子妃！誓死护卫太子妃！断肠人，把新送来的感染者和健康人就地隔离，不许交叉。5-1，把那些死去的百姓好好处理。把仙药都给我！谁敢再靠近太子妃半步，敢动药箱一下，这就是下场，杀无赦！活了，我活下来了，高烧退了，太子妃娘娘的仙药显灵了，大齐有救了！为此天下千岁，娘娘万岁！江瑶，够了，江瑶，你已救下2万百姓，余下之事交我。好冷，小婉。
说这到底今晚推不下烧？本太子要你们整个太医院全部陪葬！殿下息怒，太子妃操劳过度，邪毒侵体，高热凶险。今夜此时若撑不住，便性命难保。滚出去！阿瑶，你救了全天下，为何不顾你自己？江瑶，你万万不能有事，你是我世间唯一光亮，你若敢走，我便倾覆天下为你陪葬。萧恒，我不走。这个傻瓜，难道就在这里守了我一整夜？阿瑶，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身体还疼不疼？还冷不冷？你饿不饿？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了。你知不知道昨晚我有多害怕？我有多害怕？我差点就随你去了。好，我答应你。萧恒，有你在，我这条命硬着呢，我会一直陪着你。从今天起，本宫要在民间全面推行大朝医药新政。第一，建免费医馆、药典学堂，由东宫全额出资，3年内，本宫要为大齐培养出10万医药人才。娘娘，自古女子行医，抛头露面，这简直是违背了1000年来的封建礼教，礼记司晨，国将不国啊！礼教？如果你们所谓的礼教是要让全天下的女子生病只能在家等死，让母亲难产时只能1尸2命，那这种吃人的礼教，本宫今天就亲手废了它。颁东宫诏令，废除服殉赃国奖，允天下女子读书行医，经商自立。娘娘圣明，娘娘千岁。镇北侯，兵权掌控的如何了？回娘娘，2万精锐已连夜接管京城要地，明日下令，二皇子府插翅难投。那陆老板和当年参与诬陷太子的人证呢？回主子，全部在密室锁着呢，天天喂他们吃消炎药续命，就等明早当庭对证。那被二皇子侵吞的陈年赈灾粮账本和雕弩口供也都汇总完毕。贵妃母子通敌谋逆，贪粮行凶，造谣构结害萧恒失明瘫痪。明日我江瑶就在金銮殿上将他们彻底拉下马来。皇上，臣妾与二皇子冤枉！二皇子是被冤枉的！二皇子是被冤枉的！这是在突厥王帐里收缴的通敌叛国亲笔信，还有你贪粮账册、刺杀太子妃的人证口供，铁证如山。二皇子萧景，你勾结外敌，残害手足弑父篡位，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逆子，毒妇！来人啊！推去皇子张府，贬为庶人，终生圈禁。赐贵妃白绫，柳家通敌叛国，全族抄家流。太子妃，大齐的未来是你们的了。朕禅位于太子萧恒。江瑶，我竟然会输给你这个村姑！如果不是你，太子妃的位置是我的，大齐的皇后也应该是我的。你从来未曾输给我，你败给的是自己那颗贪恋权位、通敌叛国、早已腐朽不堪的卑劣之心。今日朕登基东宫设宴，不为庆贺朝政大捷，只为一人。江瑶与我绝境之中救赎相伴，是我此生唯一挚爱。自此废除后宫，
此生为首一人。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帝后齐心，大齐永固。这一场跨越了时空，名为救赎与生存的终极危机公关，本宫终于打出了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全面胜局。萧恒，其实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朝代，我来自1000年之后的世界。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傻瓜，你凭空变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又不是个瞎子傻子。你既然早就猜到了，为什么从来都不问我？我满心惶恐，唯恐真相揭开，你便会绝尘弃我而去。我输不起，我输不起，此生绝不能失去你。萧恒，你想不想去看看我的那个世界？你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只要能与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阿瑶，这便是你的世界吗？我来了，万般前路皆无惧，有你之处便是归途。萧恒，给老娘过来吧！阿瑶，这当真是凡人能建造出来的盛世吗？萧恒，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这些高耸入云的琉璃高塔，莫非是9天神明的凌霄宝殿？这叫摩天大楼。那些眼冒亮光、疾驰在路上的铁盒妖兽，大齐汗血宝马也远不及。那叫汽车。小恨同学，把全屋灯光调亮。好的，主人。有刺客，何方妖孽匿于暗处？阿瑶退下，朕以内力破此法阵。快住手！这是人工智能，不是刺客。你一掌劈下去，咱家就得重新装修了。你去洗个澡，那个白色的陶瓷盆是如厕用的，千万别去喝里面的水啊！笑话，朕岂会如此不便无故？洗个沐浴有何难？大胆！什么妖物竟敢对着朕张开血盆大口，还冒着冥界幽光！放肆！竟敢暗算朕！萧恒，怎么了？阿瑶，这铁管子成精了，他吐口水偷袭朕，已被朕降服了。造孽呀！我的5星级酒店同款花洒啊！阿瑶小心，这铁盒子空间狭小，毫无退路，若有埋伏，插翅难飞。这是电梯，上下楼用的缩地成寸阵法，懂不懂？好厉害的机关，竟能让朕的内力感到一丝虚浮。大胆狂徒，竟敢冲撞皇后！大哥饶命，我就是个送黄焖鸡的。放手，放手！他不是刺客，是送饭的驿站快马。光天化日，妖兽横行，竟敢对阿瑶嘶吼挑衅！萧恒，那是俗敌，踢坏了要赔钱的。这个世界真是危机四伏。依我看，是这世界遇上你才危机四伏。你在这儿乖乖坐着，看会儿戏，我去给你做饭，别乱碰啊！皇上，你今天必须……这是何等邪恶的妖术，竟将大活人封印在这块扁平的水晶杯中！放肆！乱臣贼子，
竟敢当着朕的面弑君篡位！朕这就来救你出这结界！住手啊！那是8万8买的大电视。8万8，何物值钱至此？比起一位帝王蒙冤惨死，一块琉璃盘子竟更重要。此等逆贼，目无君上4亿世主，罪该万死！这是拍戏，都是演出来的剧情，不是真的。竟敢杜撰帝王惨死，妄议朝堂，在大齐当株连9族！乖乖坐好看戏，不许动手，再乱折腾，明天不带你去堂哥那儿了。祖宗呀！手下留情，退！那可是500万的古代官窑啊！此等做工粗糙的夜壶，在我的时代，连扫地太监都不屑于用来起夜，你竟当成宝贝供着。瑶瑶，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极品帅哥？怎么脑子好像被科技与狠活给 CPU 了？少废话，今天不用你为我50听我的复仇计划，这次来找你是谈几个亿的大生意了。看看这些。我的个亲娘嘞！这包浆，这气色！瑶瑶，我的个亲娘嘞！你砸博物院玻璃了？你这是纯玉缝啊！3年起步，真行！瞎说什么呢？这是我男朋友的。你既是阿瑶兄长，便是皇亲。这些所谓的古董，不过是姑从私库里随便抓的一把。若是不够，姑再回去装几麻袋便是。一装一麻袋！小的拜见古董大王。看这笔锋，看这走势，狂放不羁，定是张旭酒后真起。2000万，我要了。妹夫，你看这幅字如何？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收来的，绝对是咱们店里的镇店之宝。2000万买一张废纸，现代人的钱竟如此好骗？哪儿来的黄毛小子？你懂什么叫古董吗？竟敢口出狂言！姑不懂。这幅字乃是我大齐礼部尚书李天赋在某次宫宴上喝醉了酒，为了讨好贵妃，随手涂鸦的废稿。这第2行的罪字，他少写了一横。当时朕我便在场，这等错字复制，你们竟当作真物，可笑至极。这走势还真是错字，跟记载的一模一样。造假的人故意做旧掩盖了。大师，这是真正的大师啊！妹夫，啥也不说了，那些玉器我全收了。这里是9000万的玉球款定金，以后你就是我店里的首席至尊鉴宝师。9000万，发财了！小伙你太棒了！阿瑶，在我的世界，朕的万里江山皆是你的。在这个世界，姑这第1笔月俸依然全数上交，密码就设为阿瑶的生辰格。救命！会鉴宝，长得帅，还上交工资，这到底是什么绝世极品好男人啊！阿瑶，朕纵横沙场10年，却未曾见过如此沸腾的血池地狱。这汤中竟还漂浮着无数剧毒的红色遗物，你当真要姑服下此等穿肠毒药？毒你个大头鬼啊！这叫老火锅，懂不懂什么叫吃货的快乐？姑说过，为了你便是刀山火海也去得。今日就算这血池能将人容骨化灰，姑也陪你一同咽下。好霸道的毒药，竟然化作一团烈火，在姑的5脏6腑疯狂撕咬。阿瑶，难道这就是现代的含笑半步癫？含笑半步癫，快喝口快乐水腌一牙腌，这叫辣椒素，不是毒药。此等黑色的琼浆玉水，入口极寒，却有万千气泡在舌尖起舞，可解辣热，实属神物。阿瑶，此4轮车不用牛马，行驶轻快，大齐运粮若用此物再好不过。这叫购物车，你千万别用内力推。脱山乙酸钠，3氯阶糖。阿瑶，这莫非就是网络上流传的科技与狠活？少废话，尝一口。吃了这个，你才知道什么叫现代零食界的扛把子。物不仅辛辣开胃，
更有一股极其神秘的甜香。这等仙品为何大齐皇宫从未有过？这叫辣条，5块钱一包，小学生的终极梦想。阿瑶，此物甚得朕心，姑要去把这名为真龙的辣条配方夺过来，封你为这辣条帝国的唯一皇后。皇上，你快醒醒吧！堂哥刚给你预支的那9000万，连人家一个生产车间都买不下来。不妨，姑连突厥骑5万铁骑都能灭，这便回去钻研现代商战兵法。萧恒，尝尝这个，这可是现代夜市的终极必杀技——臭豆腐。阿瑶，此物漆黑如墨，这分明是腐败之物。你为何要食此等秽物？这叫闻着臭，吃着香，外酥里嫩，灵魂之子交给你，连突厥的毒箭都不怕，还怕一块豆腐？好，既然阿瑶喜爱，姑便舍命陪君子。此物竟有如此乾坤！阿瑶，姑要将这做豆腐的守贞者带回大齐御膳房。闪开！都给我闪开！我的包里面有我刚买的限量版口红和你的黑卡。萧恒，他骑的是摩托车，时速能到120迈，追不上的，快报警！追不上，这世上还没有姑追不上的猎物。哼！见鬼了！这人是鬼啊？超人吗？区区铁马妖兽，也敢在姑面前班门弄斧，是何人指使你的？大哥，我错了，大哥饶命啊！你这武功是哪个门派的？萧恒，快撤！你马上要在现代社会社死了。家人们谁懂啊？真功夫，绝世轻功，霸总护妻，这绝对是今年最炸裂的名场面。萧恒，你火了！阿瑶何故如此惊慌？何谓火了？何谓热搜？比日大齐的科举金榜黎明如何？你现在比科举状元出名10000倍，全国都知道你会轻功了。这下完了，咱们的平静生活要被打破。我的妈呀，楼道里全都是人！阿瑶莫怕，定是昨晚的贼子的同党前来寻仇，待姑开门，将他们尽数绞杀。杀什么杀？那是现代社会的娱乐心态和狗仔，杀人犯法的。大佬，签约我们公司吧，1000万底薪，只要你开直播表演轻功带货卖9块9包邮的垃圾袋，我保你1年赚3个小目标。看到了吗？我的轻功大嫂！我的天啊，简直是颜值天花板！让姑做戏子，当众卖笑，滚！去！都给我退后！这是我老公，他不混娱乐圈，再堵在门口，我告你们私闯民宅了啊！吓死老娘了！这帮人简直是疯子！你干嘛这么看着我？阿瑶，你方才对着那些门外的狂徒唤姑什么？老公？老公在现代就是夫君的意思。夫君，甚好，姑极其喜欢这个称呼。既然阿瑶已经向全天下昭告了姑的名分，老公今日便不早朝了。哼，区铁马机关岂能难倒姑？阿瑶今日去那名为养老院的地方上工，姑定要去接驾，方显皇家体面。不过如此。瑶瑶，特意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冰美式。不用了，我自己带了保温杯。哎呀，别这么见外嘛，咱们同事这么久了。姑是他明媒正娶的夫君，你这等不知廉耻的登徒子，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姑的皇后？若非阿瑶定下规矩，不许姑在现代见血，你现在的脑袋已经被挂在城墙上示众了。滚！救命啊！有神经病啊！
宗啊，你是不是古装剧看多了？什么皇后不皇后的，快跟我走！阿瑶，在这个世界，你也只能是孤一个人。萧恒，这叫智能手机，是现代人千里传音的神器，里面没有刺客，只有你的亲亲老婆我。千里传音，孤的大旗暗卫800里加急军报也不过3日，这等奇迹瞧瞧，能有多快？快不快？你试试就知道了。来，点开这个绿色的，有2个小眼睛的图标，这叫微信。轻点轻点，用指腹，不是用指甲盖儿。这，你不会拼音，我给你调成手写模式，你想对我说什么就写什么。大哥，你写的是狂草啊！现代的人工智能它不认识这么高深的草书，你要写正楷简体字。此等蠢物，连孤的御笔亲书都无法辨认，要之何用？拖出去斩了！好，打字太委屈你了，咱们换个高级的玩法，语音输入，喂，萧恒是个大笨蛋。他竟能将你的声音完好无损的封印其中，瞬间传递。到你了，按住这块黑色的长条说话。大替皇帝萧恒传口谕于江瑶，见字如面。孤今日龙体安康，甚是思念皇后，钦此。谁家用微信发语音还带亲子的？你当这是在早朝发圣旨吗？有何可笑？孤对你向来字字句句皆是圣旨，金口玉言，绝不失。此黄面小人面带微笑，却不露眼底，此乃极其阴险的笑里藏刀之相，定是心怀鬼胎。此小人额头狂冒冷汗，定是被孤的威名吓破了肝胆，竟还有滴血的利刃和黑色的炸药爆。这现代世界的暗杀通讯竟如此明目张胆，不行，孤必须向阿瑶示警，以彰显孤护驾之决心。阿瑶，孤已勘破此等妖物中的暗杀密令，有乱臣贼子欲用火药袭击于你，莫慌，孤已在府邸布下天罗地网，待孤将这群逆贼挫骨扬灰。他是不是入戏太深了？若有宵小敢进你3尺之内，定斩不饶。萧恒，你不要再给我发炸弹了！我们护士长以为我被恐怖分子威胁了，那只是表情包。孤不管他为何物，谁若让你担惊受怕1分，孤便让这世界天翻地覆。早些下朝，孤在家中等你。妹夫，上次那批古玉已经敲定拍卖，9000万与付款，已存入你的黑卡。往后我追随你。这笔钱乃是变卖了孤从前朝带来的死物所换，说白了，与点根家当无异。孤竟沦落到变卖家当吃老本的地步，若传出去，孤有何颜面立志于天地之间？有何资格养孤的皇后？不是哥，那可是9000万啊！多少人10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你管这叫吃老本？那你还想怎么赚钱？你这没有现代文凭，去送外卖人家都嫌你没有健康证啊！孤自幼由太傅教导，诗词书画天下无双。孤的字曾经1字千金，在这个世界，孤依然能凭真才实学打下一座金山银山。家人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真正的隐士书法泰斗，绝对的降维打击。又来剧本炒作，什么泰斗？不露脸装神弄鬼吧？我爷爷是书法协会的，他刚才路过看了一眼，直接惊得跪在地上了，说这字里有失传1000年的帝王杀伐之气，这运笔，这神韵，皇羲之复生也不过如此吧，简直是艺术品中的歌舞伎。这位大师，老朽愿出500万，求够您桌上这幅字，求大师成全。我出1000万，大师卖给我。大师2000万，我出2000万。大师2000万，我出2000万。孤的字不卖。孤的字不卖给充满铜力、趋炎附势之人。不过，孤的皇后近日看中了一套名为《大平层》的现代奇债，为了让阿瑶住得舒心，这幅字价高者得。救命！这是什么神仙霸总爱妻狂魔？为了给老婆买房才勉为其难卖字，太俗了吧！2500万，就冲大师这句为了皇后，我买了。萧恒，你一幅字赚了3000万。阿瑶，变卖典当，终非长久，但孤说过，在这个世界，孤依然能为你打下一座金山银山。这是孤在这个世界亲手为你赚来的第1座国库。阿瑶，拿去，随便花。你这个败家爷们儿，哪有你这么赚钱的？但我好喜欢。走吧，萧恒，今天带你见识一下剧目影片，保证让你大开眼界。此等金黄香甜之物，若大齐的军粮能有此等美味，将士们何愁士气不振？大哥，这是爆米花，当零食吃的，做军粮会糖尿病的。快走快走，电影要开场了。
阿瑶，此等黑色琉璃镜片，莫非是被下了某种致盲的蛊毒？为何要遮挡双目？这叫3D 眼镜，戴上它，你才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真相。阿瑶，这简直是仙家法术！姑竟然置身于9天星河之中，这块巨大的幕布里究竟封印了多少神明与妖兽？这都是假的，是电脑特效合成的光影，就像你们古代的皮影戏的高级版。放轻松，好好看剧情。放肆！一介妖兽，竟敢撕裂虚空，冲撞姑的皇后，找死！我大哥，你这是练的铁砂掌还是降龙18掌啊？看个3D 电影，你要把电影院拆了？天哪，好霸气，好中二，好闷！萧恒，快住手！那是光影，是假的，你把人家的椅子拍碎了，我们要赔钱的。姑不过是试探一下这座椅的坚固程度。对不起，经理，我男朋友他脑子受过点刺激，不是故意的。座椅的钱我们照价赔偿，5000块是吧？转过去了。区一张座椅，竟敢索要5000金！阿瑶莫慌，姑昨日卖自所得的3000万皆在你处，若彻时敢刁难你，姑便将这整座影院买下来，夷为平地。不刁难，赔了钱就行。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别光临。败家爷们儿，看个电影花了5000多，你以后再敢随便动用内力砸东西，我就罚你睡1个月地板。该男子隐瞒已婚事实，同时交往3名女性，构成重婚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好，抓得好！背信弃义、3心2意之徒，就该下大狱，受极刑。这现代的律法简直深得姑心。这可是现代法律书，比你们大齐的4书5经还枯燥，你看得懂吗？本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夫，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阿瑶，你们这个世界的先贤，当真是拥有惊天伟地之大智慧。你这个古代95之尊，看到这些不觉得憋屈？不觉得皇权被挑战了？憋屈！3宫6院那些无能之君用来平衡前朝权力的工具罢了。后宫倾壤，骨肉相残，姑的母后便是死于这种肮脏的算计之中。阿瑶，姑无比庆幸能来到这个世界，用一个最普通的现代男子的身份，给你最平等、最纯粹、受天地律法保护的爱。姑交代你的事办得如何了？这件神器必须是这世间绝无仅有，足以让天下女子皆为之疯狂的极品。若出半点差池，姑要了你的脑袋！皇上，办妥了，这可是我托了8层关系直接截胡的极品，绝对能把瑶瑶拿。这画中男子为何要单膝跪于女子身前？大哥，这叫单膝下跪求婚，这是现代最高级别的浪漫礼仪，是宠老婆重视另一半的表现。姑连江山都可以不要，区一个膝盖算什么？既然是此方世界的最高礼制，为了阿瑶，姑跪便是。书中还提及，求娶现代女子需用一种名为钻石的西域奇异宝石，这又是何物？哎呀，现在的年轻姑娘，谁能拒绝不灵不灵不灵大钻石啊？钻石代表着钻石恒永远，一颗永流传，就是爱情坚不可摧，至死不渝的意思。既然现代女子皆以此物为尊，那姑的皇后必须拥有最大最耀眼的那一颗。萧恒，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偷偷摸摸干嘛呢？无事，姑正在研读这现代的兵法谋略。这现代商战甚是复杂，姑需温故而知新。哦，是吗？那你耳根红什么？该不会是在背着我看现代的漂亮小姐姐直播吧？啊！姑的眼中，自始至终，只有阿瑶一人。其他庸脂俗花，在姑看来，皆如红粉骷髅，不值一谈。快尝尝，这个比你们古代御膳房馆好吃多了，酸酸甜甜的。嗨，美女，加个联系方式认识一下呗，晚上哥哥带你去蹦迪呀。蹦迪，就凭你这等犹如蝼蚁般的粗鄙之徒，也敢觊觎姑的女人，索要她的秘密通讯阵法。姑给你3息时间，从姑的视线里滚出去，否则姑今日便在这繁华之地，让你尝尝什么叫千刀万剐。1，妈呀，有白色会啊！
萧恒，干得漂亮！你这粗王的样子，我真是爱死你！吾乃大齐之主，护自己天经地义。走吧，阿阳。萧恒，你站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跑哦。阿瑶放心。帅哥，今天是情人节，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吧。这位姑娘，敢问在这个世界，若要向心仪的女子表达爱意，求其驾驭我，当用何等最高礼服？求婚啊，那当然是鸽子蛋，没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喏，就那个。多谢。这个，先生您眼光真好，这款是我们镇店之宝，价格260万，请问您是刷卡还是扫二维码？什么卡？什么码？您要买戒指总要付款吧？是刷卡还是扫码？这个。先生，今天是情人节，不是愚人节，你拿个醒世场的黄铜道具来这儿消遣我呢？愚人节又是什么节？保安，这人脑子不正常，快给他赶出去！对不起，对不起，他是个演员，入戏太深了。这戒指我们要了。萧恒，你刚才差点被当成疯子。阿瑶，我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也用最高的礼节向你求婚。你刚刚是去买戒指？大齐皇上萧恒，你愿意在这个世界嫁江瑶，做他的合法丈夫吗？江瑶，你愿意嫁给萧恒，做他的合法妻子吗？我愿意。